又到一年年底了，我的年度榜单如约而至。相信大家在这一年里面没少在篮球鞋的选择方面踩坑。那今天就带大家来看一下，我今年穿过那么多的篮球鞋当中，哪一些鞋款是大家需要尽量去避开的。2023年亚当球鞋年度黑榜，让我们看看有哪一些鞋款不幸上榜。本期视频由您的点赞赞助播出。首先，第一位来自李宁的闪击9 Ultra， 这一双鞋之前也登上过我除草机的榜单。除草机这一项栏目虽然观看量一直都不错，但是并没有带给我在粉丝数量方面的提升，还得罪了不少的品牌方。大家也都看到，别的很多博主会被邀请参加各种的活动，但是我从来都没有被邀请过。说出来不怕大家笑话，做了那么多年的测评，现在给我提供 seeding 的品牌也是越来越少了。今年大家看到很多鞋款的测评，还是我问身边的朋友借的，日子是真的苦。这里有点扯远了，我们继续今天的话题。闪击9 Ultra 的缺点还是挺多的，鞋身刚性差，鞋面的锁定不佳，都是它比较致命的缺陷。虽然它的外观颜值确实还不错，但是跟它的两个小弟闪击9P 以及闪击9 Team 这两个版本相比，它的性能确实有一点拉胯，完全配不上它 Ultra 的这一个 title。确实，它可能在脚感方面有着比较不错的表现，但是如果你打球的强度比较高，这一双鞋你就完全不需要去考虑。下一位来自我们另一个国产大牌安踏，就是同样在今年年初发售的天际一代。天际一代当时在宣发的时候说它是一双非常适合跑跳型球员去进行选择的鞋款，但是它糟糕的中底过渡以及十分明显的力线偏移，穿上脚的感觉真的非常的别扭，非常的难受。再加上它还有那么一点点不跟脚，我不相信有哪一个跑跳型的球员会喜欢这一个鞋款。天际一代在整体的结构方面确实跟它同期发售的老大哥 Z Up One 非常的相似，但是由于两双鞋的定位完全不在一个层次，天际在用料等等的各方面都比不上 Z Up One， 这就导致了明明在结构方面极其相似的两个鞋款，却在穿着体验方面会有如此大的区别。最近天际2代也已经是上市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兴趣想看看天际2代的测评？那如果有兄弟想看的，那我尽可能的去试试看能不能借到个一双来进行测试一下。第三位同样来自安踏，就是他们家的 GH4 海沃德4代。海沃德4代的缺点其实跟天际1代非常相似，中底过渡差，力线明显往内侧偏移，跑动感糟糕等等，这一些缺点都是我没有办法去接受的。所以这一双 GH4 和上面的这一双天际1代我都不推荐大家购买。虽然 GH4 在鞋面方面有很多非常有意思的设计，但是这并不能改变它在中底方面糟糕的表现。我们只能寄希望于明年的第5代能有更好一些的穿着体验。OK， 安踏看完了，我们来看看别的。下一位入场的选手来自于匹克，就是这一双在今年经过升级复刻归来的 DH3。复刻之后的 DH3 在鞋面的用料方面非常的糟糕，编织鞋面的硬度极低，用来打养生球可能还行，但是要稍微上点强度，它就支撑不住了。在变向或者侧向蹬地的时候，它的鞋面完全兜不住脚，鞋帮处的鞋面也毫无强度可言，再加上它偏软并且没有进行加固的中底缓震材料，穿着它在做动作的时候，心里面完全没有底。想正儿八经打球的兄弟，这双鞋能不买就不买。再接下来一位来自 SPO， 就是他们家的 Game One。虽然它的整体实战表现确实还不错，但是这一双鞋就完完全全是一个韭菜鞋款，近1000元的售价，并且如果你想要在它身上得到比较不错的穿着体验，还得加钱购买他们家的爆发系统鞋垫。而且没有过多久他们就推出了一款价格相同、定位相同、配置也完完全全相同的一个鞋款，就是 Game One Mid。而且 Game One Mid 在穿着体验方面，在实战表现方面比 Game One 要更好一些。这样的做法就让 Game One 所处的境地变得非常的尴尬。你说这一双鞋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呢？在我看来就是拿来割韭菜用的。这种做法真的让我感到恶心，发自内心的反感。下一双就是我打球水平得到最高认可的一个鞋款，就是准者体育的 AR One 利弗斯1代。我指出了这一双鞋各方面的不足之后，有幸被准者体育官方认证，说我打球的强度比利弗斯还大。Damn， 我可真厉害。
在这一双鞋身上，确实可以看出准者在篮球鞋的设计或者是制作方面的不足，还有非常大的一个进步空间。后来好像这一双鞋还推出了一个改良版本，但是我也没有什么机会去进行测试。好像身边做球鞋测评的博主啊，因为这个鞋款都跟准者闹掰了。就挺离谱的。这一双鞋的整体强度确实没有任何问题，强度非常高，绝对可以用来打高强度的比赛。但是这一双鞋除了它比较高的强度以及不错的抓地力之外，可以说一无是处。重心高，鞋脚一体性差，动态锁定糟糕，自然弯折点不合理等等一系列非常多的问题，在这一双鞋身上都存在。我当时的视频有不少人都说我为了黑而去黑，为了博关注、博流量。那最后说这些话的朋友们，你们最后购买这一双鞋了吗？买了之后，最后的体验如何呢 ？OK， 国产的看完了，我们来看看国外品牌的。第一双来自于耐克的 AJ37 Low。AJ37 真的是一双非常好穿的篮球鞋，对于有一定下肢力量基础的兄弟来说，它真的非常爽，对于运动表现的提升非常的明显。但是 AJ37 Low 改了鞋面之后，就直接变成了一个没法穿的鞋款，鞋面的整体锁定极其糟糕，顶脚趾的情况非常的明显，再加上它较硬的鞋面材质，穿它打球脚趾是真的疼，打完球之后每一个脚趾都是疼的，这你受得了吗？这一双鞋就是我近几年里面穿过顶脚趾情况最严重的一个鞋款，没有之一。可能脚比较宽的兄弟穿这一双鞋，有可能会得到比较不错的动态锁定，但是所有正常脚以及窄脚的兄弟们，不管这一双鞋最后会降到多少，我都不建议你们购买。下面一位就是我们年度黑榜的最后一个鞋款了，同样来自耐克 GT Hustle 2。这一双鞋的外观我真的特别的喜欢，复古的东西一直都是我的心头好。但是这一双鞋除了外观之外，基本上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拿得出手了。它的中底刚性极其糟糕，足弓支撑也十分拉胯。穿这一双鞋打完球，就感觉双脚真的特别累，有一种穿着一双休闲鞋打了一整场球的感觉。如果你只是想买一双鞋用来压马路，它确实可以胜任，但是要打球的话，我的建议是看看别的吧。这就是我在2023年里面所有穿过的篮球鞋当中，我个人觉得能不买就不买的一些鞋款。这些鞋款我是绝对不会推荐大家去进行购买的。那你们今年有买到哪一些你个人认为在实战方面非常糟糕的鞋款呢？大家可以在评论区一起讨论一下，好让别的兄弟也可以尽量的去避开这些坑 ，right？ OK， 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大家观看本期的亚当球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还有点意思，你可以在各大平台搜索亚当球鞋找到我，记得点击关注哦。好了，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大家有空来做 ，peace。